各位朋友，今天我们来看看 OSK。我先把这家集团的结论告诉你。OSK 不是一间只会卖楼的公司，它其实是房地产加工业加金融加投资四条腿走路的混合型企业，而且那 10% 的 RHB 持股是它的隐形现金流。简单来讲就是有资产，有现金流，有结构性成长题材，但短期有厂房整合压力。接下来9分钟我把事实拆给你看，节奏快一点，别走开。OSK 的玩法非常务实，多元化加垂直整合。它有4大主营业务：房地产、Pro PM、一体化、自己施工、自己买料、品质、时间、成本比较能控制。它的高楼项目 Classic 分数平均 82%， 这在行业里被认为是属于优秀的级别。至于物业投资，包括零售商场如 HA Shopping Gallery、UCity Retail 和办公楼如 Plaza OSK 的管理和租赁，工业 Olympic Cable 电缆和 Aquatech、EBS 墙板，这2个产品就是对接电网、数据中心、再生能源这些长期题材，其中房地产和工业部门就占了大约 75% 的营收贡献。金融服务锁住原本银行未必覆盖的族群，像是公务员贷款、商业地产贷款，近期也进了摩托车分期。投资控股 OSK 持有约 10% 的 RHB， 这点很重要，相当于有一个隐性的金融收益引擎在背后支撑利润。我们来看2025首9个月的成绩，集团营收上涨了 16%， 约 RM14 billion， PAT 上涨了 8%， 约 2M418 米。工业收入表现最为亮眼，由于电缆订单暴增，年增 60%， 但是 PBT 却下跌了 3%， 原因在于柔佛新工厂持续亏损。金融服务收入也不差，增幅约 34%， 贷款值从 RM181 扩到 RM27 亿，最赚钱的仍是投资控股，也就是 RHB 带来的那块 PBT 上涨了 10%。 让我们来看看这3个指标。 PAT margin 有增加 1%， Asset turnover 和 leverage ratio 都保持平稳，所以 ROE 都还是保持平稳在 8%， 算是不错的成绩了。接下来看看 OSK 的核心催化剂。为什么说 OSK 常常被研究者关注呢？首先 RHB 近期的体质正在稳定改善，获利提升， ROE 稳在 10% 上下，贷款与存款结构也在修复，资本与流动性都保持健康，这对 OSK 的隐性利润与分红能力来说是很直接的加分。第二，它的 PropCA 模式不只是口号，而是实打实的护城河，从成本、施工速度到品质控制都有一个完整闭环，这种能力不是1年练出来，而是长期磨出来的。第三， OSK 所处的产业正在对接国家级趋势，能源转型蓝图、数据中心需求、国家电网升级，这些都不是短期的蝇头小利，而是未来数年的工程需求。第四，金融端方面，摩托车融资与商业银行贷款都在向外扩张，这会让整体现金流的弹性再拉宽一些。总结一句话，从结构上来看， OSK 的业务分布呈现多元化特性，研究时常会被归类为相对分散风险的企业模式。如果说抵抗风险的方法是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， OSK 的做法就是把篮子做得更结实。讲完催化剂，再来说3个也要留意的中短期风险。柔佛新工厂即使部门收入增长了 600%， 但是因为新收购的柔佛工厂亏损扩大，导致该部门 PBT 小跌 3%。 在达到全面运营效率和取得认证之前，预计该厂将继续产生运营亏损。投资者需要关注这间新工厂何时能达到全面运营效率、折旧成本和何时转亏为盈。原物料价格波动，铜是其中一个原物料，铜价在1年之内涨了大概 25%， 这会让工业部门面对成本上涨的压力。墨尔本2期是由 OSK 和 EPF 的合资高楼住宅项目，该项目已实现 63% 的认购率，但利润确认预计要到2027年初才能实现。在此之前，该项目可能继续产生销售和营销费用，并影响联营公司的利润。相信成本不是大问题，但是认购率还有待加强。最后我们来看看 OSK 的估值，这里我示范一个最容易入门的估值方式，公式非常简单，估值等于合理 PE 乘未来12个月的 EPS。 举个例子，纯教学用途，在公开平台如 Yahoo Finance， 你可以找到每个行业的
平均 PE 区间。我这里展示的是一个示范，让你看到公开数据长什么样，而不是建议你套用任何特定公司的数字。在 Yahoo Finance 显示，综合型企业的 medium PE 大概是12到15倍左右。那么 EPS 呢？同样的，未来 EPS 也可以从研究报告、公开新闻或分析师估计中找到。从 Honglang 的研究报告，2026年的 EPS 是 19.5 centi。如果你用行业 PE 套入分析师预估 EPS， 公式会得出一个区间。我这里只是示范计算逻辑，而不是建议任何买卖行为。你必须自己打开计算机算，但你要注意3个现实情况。第一，不同公司的风险和结构不同， PE 不会一模一样。第二，分析师也是普通人， EPS 预估可能会偏乐观或偏悲观。第三，市场永远有不确定性，突发政策、外部事件都可能改变预期，所以这个方法只是帮助你理解估值的计算方式，并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真正使用时，你必须自行判断、核对和验证所有数值。如果你对股票有兴趣，却常常因为工作太忙，没有足够时间研究，或者不知道从哪里开始，那么欢迎你加入我的 Telegram 社群。在这个群组里，每一位成员都拥有决定权，你可以投票选择下一只我会深入分析的股票。只有一部分精选内容会公开分享，更深入的分析会专属提供给群组成员。目前加入完全免费，从2026年开始，每个月只需 LM39， 没有隐藏收费，也没有自动续订，你随时都可以自由离开，没有任何压力。我创建这个群组，并不是为了贩卖梦想，也不是为了推股票，我只是希望能帮助那些刚开始学习投资的人，那些忙到没有时间做功课的上班族，还有那些希望有人带着一起看清公司质地的投资者。未来的 RM39 只是让我保持动力的一点支持，而你会在每一个月看到有逻辑、有数据、有结构的深度分析。如果你想让投资更有方向、更稳健，欢迎你加入我们，一起成长。你的支持就是我持续制作内容分享的最大动力。最后，重点回顾：看点房地产的稳健，加上 RHB 这个现金流，加上工厂扩产能否量产拿单，是 OSK 的主线催化。风险：新厂整合与原物料成本波动会让短期数字有起伏。总体印象：公司体量、资产结构与行业切入点呈现出一些值得进一步研究的特性。这里说的是做研究，不是叫你买 OSK。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告诉我你还想看哪一类公司的深度拆解。下次我再带你看更多公司。再见。